这个大厅就是萨达姆会见客人啊，会见他的底下的手下的一个大厅，就像那个故宫中那个皇帝上朝的地方一样。当年有一个萨达姆的宝座，他就坐在这个地方听着他的部下在这里汇报工作。现在就来到了在巴比伦遗址旁的一座小山上的萨达姆行宫。这行宫看上去非常的气派啊，在这么一片跨越1000年的历史的废墟前有这么一栋非常宏伟、非常华丽的一个建筑，对比非常的大，外面全部是石材装饰的，真的是像一座宫殿一样。进去看看这个当年萨达姆曾经生活的地方。其实说是行宫他当年据说只在这里来住过2次。这地方是当时被美军占领过所以说这个室内任何值钱的东西，包括地毯任何的装饰品已经被抢去一空了，只能看到这个房屋的结构和一些装饰装修方面的东西。这栋据说耗资数千万美金打造的宫殿里，如今任何可以移动的值钱物品都已不见踪迹，就连水晶吊灯上的水晶装饰也已经不知去向。墙壁上的涂鸦是愤怒，是感叹，是惋惜，还是一言难尽，都已成为宫殿里最意味深长的装饰。从这些室内的细节上都能看出这个当时的这个宫殿是非常的豪华的，但是现在呢就是非常的破败，周围墙壁上全是各种各样的涂鸦显得非常的讽刺。这个大厅就是萨达姆会见客人会见他的底下的手下的一个大厅，就像那个故宫中那个皇帝上朝的地方一样。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有一个萨达姆的宝座，他就坐在这个地方正襟危坐，听着他的部下在这里汇报工作。这个地方呢，给大家演示一下当年他们的手下是怎么样来见萨达姆的。站在这个地方然后上面是一个穹顶，这个声音就非常的震撼，震耳欲聋。所以这个当时的设计也是很巧妙把萨达姆的这种威严都能够彰显得淋漓尽致。据说萨达姆非常喜爱黄金，其他位置的行宫更有用黄金打造的大厅。相比之下，此处行宫非常低调，仅用黄金打造了不分卫生间的卫浴。走到这儿呢，就像来到了一个豪华的5星级酒店的大堂一样这边呢是2部电梯井，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的酒店的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一个大堂。这边呢就是上2楼的一个楼梯。就是虽然现在的场面是给人感觉是非常非常混乱的，但是通过这些细节上通过这种设计装修上，能感受到他想象到当时的那种富丽堂皇的场景。这个是通往2楼的楼梯，这里有一些铁丝网已经把这个给封锁住了，不能再往上了，看不到它上面的样子了，所以也很遗憾不能上去看一下它上面是个房间的一个豪华程度。参观萨达姆曾经的行宫，并不仅仅是为了领略残留在时光间隙中的奢华褪去锐气的样子，而是可以在残存的一砖一瓦间推测出曾经的伊拉克雄鹰萨达姆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地方就是萨达姆的游泳池。刚刚向导说这个地方前面其实就是一条河。当年这个没有建这个宫殿的时候，这条河就是流经的这个宫殿这个位置，然后为了在这个位置建他的宫殿，把这条河流就直接给改道了，绕着这个宫殿的方向给它重新规划了一个河道。这个外墙上的这些图案也并不是一个随意的花纹，这个其实就是萨达姆名字的一个缩写。其实他应该是一个很自恋的人，把他自己的名字设计成这样一个花纹一个符号，做在他宫殿的外墙上。这些室内其实细节上是非常的精致的，像这些顶上当初应该是大大的一个水晶灯掉下来，这个顶上是一个大的一个实木雕花的一个装饰非常多的细节跟层次。就这种室内随意一根这种大理石的柱子，都是意大利进口的石材来修的这个柱子里头就有大概3种不同的花型的石头来拼接成的。其实萨达姆在伊拉克远不止这一个宫殿，在整个伊拉克的各个城市都有他的一个行宫。当时那个伊拉克被美国占领了之后这个美军把他宫殿里面的很多的宝物全部都抢劫一空，所以现在这里面任何值钱的东西都已经看不到了。如今的这座宫殿
俨然成为了伊拉克为数不多的一处标志性的景点。这个宫殿现在目前就是一个开放状态，很多这个伊拉克的年轻人也是喜欢来这里打卡、来这里拍照、来玩的。像以前的话，他们也是根本不可能想到有这样的机会如果是没有这个经过这一场战争的话，所以说他们也挺好奇的，这个萨达姆的宫殿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看到这种非常奢华的一种生活不知道他们心里会作何感想。要走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以前非常豪华的这个吊灯上面其实现在是住了很多的燕子。我想起了一句古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这种状况就是跟咱们这种诗句中完全是刚好相反的状态。Smile together. Open that. Thank you. Bye bye. Bye. 其实这栋建筑金碧辉煌的旧貌和落魄衰败的现状，也如同伊拉克的过去与现在，更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真实写照。原本萨达姆的意图是让巴比伦遗址成为宫殿外的思想风景，而如今穿越千年的巴比伦依旧不改沧桑，这栋宫殿却迅速走向了落魄。这似乎就是历史一直诉说着的某种道理。